我给我正开发的游戏角色添加了血槽，适配 Unity 6新相机系统的血槽。其实1年前就已经做好一个版本了，但有些低端。这次付不起订阅费的我，以免费 AI 为先导，让3款 AI 来回给我切磋，终于做出了适配 Unity 6新相机系统的血槽。大家好，我是朱某某，我们是一家艺人公司，除了我是人类，其他都是搭载了 Humanoid 骨骼系统的小胖子。我之前把血槽直接作为 NPC 的子物体，但是我们公司的 CFO， 也就是这个胖狐狸认为太 low。这种方式的话，血槽会因为距离远近而出现大小变化，人物多的时候会出现视觉混乱。于是我又用 UI 全局渲染，也就是根据角色的位置在全局 UI 上生成血槽，并追随角色。但是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血槽总是在颤动。这次我们几个就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UI 元素跟随角色，这本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技术，按理说不会有什么问题。可无论是视频教程还是 AI 给的答案，都会导致它颤抖。经过各种尝试，我发现当我把追踪逻辑放在 unfixed update 上时，追随就很顺滑了。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我的角色是 rigid body， 而 rigid body 的移动时的物理更新是在 fixed update 中进行的，那我的 UI 元素也要在这个更新过程中同步，所以才不颤了。本来问题解决了就到此为止好了，但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毕竟不是像之前在公司工作，管它什么逻辑，只要能运行就可以。我这是在给自己做，如果现在不知其所以然，那后面同样的 UI 功能可能也会出问题。迷迷糊糊中，我的免费额度 GPT 作为臭皮匠苦苦挣扎，对我的人格和道德照例大加赞赏一通后，乱出主意时说了7个可能原因，其中一个是 Cinemotion。 我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你别卖关子，快说怎么回事。对呀，现在网上找到的大部分教程以及 AI 给的答案都是普通相机，都没用 Cinemotion。Cinemotion 是 Unity 的官方相机系统，需要自己手动添加使用。它非常方便切换各种不同设置相机，可以营造各种镜头感。像我这样普通模式时，相机是这个设置；当谈话时会切换到特写相机；当进入特定区域时，可以切换到这种超广角相机，功能十分强大。难道是因为这个相机系统？噔噔噔噔。从视频进度条来看，应该就是。不要剧透。于是我用颤抖的右手摸着颤抖的猪，问 AI 一个新的问题 ：UI 元素追随 rigid body， 使用最新版 Cinemotion 会导致 UI 颤抖，这是什么原因？注意，我没问他是不是有这个可能，而是直接认定是这个问题，然后直接让他强行的分析结果。不能把 UI 更新放在 fix update 或 update let update 的循环中，而是要绑定到 camera update event 这个事件上。原因是 Cinemotion 会智能的调整更新方式，不是简单只使用一种 update。我之前使用 fix update 可以比较稳定，是因为我手动把相机更新模式也设为 fixed， 但那样在高帧速时会与低帧速的效果不一样。也就是说，电脑上不卡，可能手机上会卡。于是我把 UI 更新改用在 Camera Update Event 这个事件上测试。哇，好流畅，我好快乐。然后我凭着我的 Unity 开发经验，制作了一个血槽管理器，一言以蔽之，每个角色都有的类似功能，最好放在一起统一管理。各个 NPC 只要把自己作为变量传给 Manager，Manager 会在 Cinemotion 相机系统渲染更新后，自动根据最新的角色位置来统一更新血槽 UI 位置，这样就不用每个角色都来和相机沟通一遍了。这也是游戏开发提高性能的技巧。我头上的进度条还是 local 本地的，因为我就是要这种 AR 增强现实的感觉。所以这种全局血槽和本地血槽的区别，虽然一般都是选定全局的，但是若你的游戏就是想要远近不同尺寸的效果，那自然可以选你想要的，还是要看你具体的游戏构想。
这次学到的新东西 Cinemachine 相机系统的渲染更新方式，以及如何让 UI 物体追随。AI 之所以最后帮上了我，因为我问对了问题，有的放矢，而这个地又是 AI 无意间给我的灵感，而我之所以能够把这个灵感从数个灵感中直接分辨出，没有和它来回撕扯，又是因为我有编程开发经验，外加动脑子想的，这也是不懂编程的人用 Web coding 时体会不到的，算是我和免费 AI 之间的头脑风暴了，好畅快。这次更新分享到此，对我这种 Hybrid 开发游戏感兴趣的，请点赞关注，下次见。